Hello， 大家欢迎回到 Lindsay 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10条给大学生的建议。那我本人呢，之前是在美国读了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之后也在美国工作了5年左右。我日常是一个还蛮喜欢思考和反思的人，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好为人师，想要去教大家说哦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只不过我有一个小我12岁的妹妹，她今年正好上大学了，所以我就想回头看一下我的大学生活有哪些我希望那个时候就知道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期视频呢，就像是一个姐姐建议版。那第一条建议就是，大学期间是最好的时间去养成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会有这个感悟呢？其实最开始去想妹妹适合什么样的专业，我也问了身边很多的朋友，觉得现在哪些专业前景会好一些啊什么的时候，结论就是你学什么专业真的不重要。因为说实话，大学4年你学习到的真的可以说是这个学科的皮毛。如果你真的想成为这个学科的专家的话，所需要的时间不只是大学4年，但是你选的专业让你去形成一个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吧。就比如说我大学时候学的是会计和音乐，做的第一份实习，即使我觉得我在课上学的也还不错，但是去真的工作的时候，感觉我自己像个白痴一样。我大学4年所学到的知识，在这个职位里真的可以说只是一个 common sense。但是呢，我不是说整个4年学到的东西都没有用，因为我学习的会计，所以看公司也好，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也好，都会运用一些更商业化的逻辑去想问题。再大一点说，在会计学给我带来的一个人生哲理就是 everything should be balanced。我们经常说这边 credit 一下，那边就要 debit 一下，最后都是要 balanced。这个也形成了我的一个人生哲学，就是你今天偷的懒，明天都会还回来；你今天努的力，明天也都会给你相应的果实。当然，去学哲学和心理的人，可能看这个世界是更加运用一个精神层面；学习金融的人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场资本游戏。我觉得大学时候是要开始慢慢的去了解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擅长什么，找到什么样的学习方式和时间管理的方式是更加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就是晚上的时候效率高，比如说我就是早上的时候背东西会快，这些可能是真的要大学4年的时间慢慢去摸索去了解。第2条建议就是不要自恋。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刚去留学的时候，身边有很多留学生朋友，有一个通病就是非常喜欢自恋。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你还在学习，春节可能就是要自己过，或者凌晨你还要再加班加点的去赶 deadline， 就会看到很多说哎呀我怎么这么惨呢？很多人可能根本都不懂留学的苦啊，什么自己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那种孤独感是你不能懂的呀什么。首先我只能说这个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既然做了选择，你就应该去承担它的后果。其次，我自己是认为情绪是不解决任何问题，比起去自怜，我觉得当下更加应该注重的是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过度的自怜呢，第一我觉得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第二呢会给自己一种不太清晰的定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是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大家都不容易，你能来留学或者能做到这个，其实已经比很多人幸运很多了，所以导致它形成了一种不清楚的定位，就是误认为自己好像还蛮优秀的。我觉得我说这个可能会让有些人不舒服，至少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越长大越会真心的觉得 I am nothing and I know nothing。 这个世界就是会每天给你意想不到的挑战和打击，让你清楚你的定位。所以在那之前可以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第3条呢，我想分享你的价值不在于你的物质。想起10多年前刚留学的时候，身边也有很多留学生认为只有自己用一些奢侈品啊，或者是用一些价值比较高的东西才会彰显出自己的价值。我也能够理解，身处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其实人是非常容易去随波逐流的。比如说大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挺流行一个牌子叫 Forever 21， 刚去的时候还觉得哇，40美金一件毛衣还蛮贵的，然后可能慢慢过了2、3年了之后，又会觉得哇，这也太便宜了吧。如果经常身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5000刀买一个包包，1000刀买一件衣服，都是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自己有那个定力，告诉自己说，其实我的价值不在于这些外在的东西，只有有一天我变得更有价值了，这些东西才会显示出同样的价值。外在的物质永远是服务于人，而不应该让我们去成为物质的奴隶。第4点呢，就是不要太 judgmental。我想当我回望在美国的10年，我唯一学会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不去轻易 judge 别人。你可能会遇到跟你想法和3观都不一样的人，但是我允许他的存在，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没有必要去 judge 别人的选择或者是生活态度。
第5点呢，是在大学期间一定要学会利用和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作为一个 ENFJ Super J 的一个人，我在刚进大一的时候，可能就把4年每一个学期要上哪些课，每一个假期我要做哪些事情，每个学期我都要完成哪些目标，都规划下来了。但我也不是说推荐每个人都一定要这样，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更好的去想好要怎么样去 manage my time。比如说大概知道 OK 这个暑假的时候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相应的要在这个学期的时候完成哪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大学和大学前非常不一样的是，我一直都说大学前，尤其中国的学生都是这一种家和学校2点一线，你的世界里只有学习，还算是一个比较平面的180度的一个世界。但是上大学之后，你是一个立体360度的一个人，你要去 manage 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去管理你自己的生活，要去自己洗衣服、买饭、买生活用品，又要兼顾你的学习，又要兼顾课余生活，又要社交去交朋友，同你自己的金钱也是一样的。大部分学生可能还是从大学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自己有一些零花钱，然后开始自己去规划我这个月的钱要怎么花。那可能月初的时候或者学期初的时候，你就想好 OK 我有这么多的零花钱，我要多少钱要花在吃饭上，多少钱要花在生活用品上，要大概给自己一个这种理财的概念，不要觉得说反正我花完了父母还会给我的。第6条呢，就是会建议在大学期间要拼命的去试错。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包括我可能都不太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或者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其实真的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可以说是很少，而且是很幸运的。但是我又认为大部分的人其实是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的，所以大学4年的时间是最好的，可以去试错。你觉得这个好像挺感兴趣的，然后你去做一下，发现可能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这样一个个经历排除了之后，可能最后更容易找到适合你的东西。第7点就是一定要学好英语，不论你是什么专业，我都觉得英语非常的重要。这一点其实我也可以展开讲很多，我也有太多的瞬间和事情让我觉得原来英语可以这么重要。可以展开来说3点吧。第一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在 INSEAD 读 MBA 嘛，那 INSEAD 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这种环境，同学经常有来自60-70个国家的人。我会发现很多时候我认为中国同学的能力并不差，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工作反倒让一些能力没有中国同学强的人拿到呢？我都会觉得是在我们在语言表达上没有人家好。经常我们会在美国的职场里说，人家美国人就是会说呀，说的特好听，但是就是干起活来怎么样。但是我们吐槽归吐槽，我真的认为你会说也是一个能力，尤其在以后我觉得更加是一个 global 的环境，我们可能需要竞争的对手不只是讲一个语言的人，要面对更加 global 的竞争对手，说好英语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第2点，如果是科研相关的人，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最先的科研文章也好，其实还是以英语为主导。第3点，如果你是学习艺术相关的、设计相关的人，英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因素。把英语学好，有的时候可能会在设计里面都会带来不同的灵感，太多了。主要也是希望大家把这个英语一定要重视起来。第8点，有一份工作真的非常的重要，并且最好是一份不是用体力去换报酬的一份工作。大学期间的实习很重要啊，这些东西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这些我也不强调了。就算不是实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去做。任何一份工作，你都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你不要觉得我只是去奶茶店做奶茶，这个不是什么可以写到简历上的东西，不要这么想。只要你及时的去做思考和反思，都会有收获的。我大学4年从来没有工作的时候，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比较后悔的一点是，我不应该去做一些单纯是用体力去换取报酬的工作，比如说在食堂或者是咖啡厅打工啊。对于当时来说，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了。但是现在想想，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可以去做一些能给我带来被动收入的一些副业。第9点跟刚刚上一条也差不多的，就是一定要去培养自己一个爱好或者是一个技能。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学生上大学之前可能都是在学习，可能很多人都没有一个爱好。我觉得没有爱好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些爱好不是说我喜欢吃东西、看剧、睡觉，这些真的不能叫爱好。我觉得爱好的门槛是它可以被发展成为一个技能的。当然我们去培养一个爱好的时候，不是以一个功利的目的说我要把它变成一个技能去赚钱或者怎么样。爱好之所以是爱好，是因为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最放松的做你自己，完全的去享受它。但是与此同时，它也给你发展了一个技能的话，我们都说技多不压身嘛，你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会用到这个技能。就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我的爱好，我很喜欢化妆，在韩国学习了化妆师以及做发型，后来我的副业也是一名婚礼的化妆师，以及我从小就喜欢弹钢琴。我不希望音乐是可以给我带来任何功利的目的的赚一些钱。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表演都是没有任何盈利
力的，但是音乐带给我的治愈是永远的。真的，因为音乐我从来没有感觉过我是孤独的，我会觉得我的心是满的。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爱好或者技能真的能够带给你的，而大学的时候是最好的去开始培养一个爱好的时候。最后一点，第10点就是不要成为学习的奴隶。但是不要误会我，大学期间的 GPA 真的很重要。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我记得我大1、大2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喜欢学习的，因为高中的时候都是学一些蛮枯燥的语数外啊什么的。到了大学的时候，开始学一些商科的知识，学一些会计，那时候觉得哇好有意思啊。可是也是因为刚去美国，课程对于我来说很难，我是单纯的非常享受去学习这个新知识的过程，但是我的考试成绩都很一般，所以其实大1、大2的时候我的 GPA 就不高。等到大3、大4的时候，因为又要考研，才意识到真的要把 GPA 提一提，所以大3、大4真的就成为了 GPA 的狗，考试考什么我就学什么，就不断的刷题，我就会觉得这么学真没意思。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完美的说你又能去完全享受学习，你又能把 GPA 搞到很高的一个办法，所以我现在会觉得后来大3、大4完全成为一个学习的奴隶是有一点遗憾的。我也会希望我的妹妹可以更加享受学习的过程，更加享受你选的这个专业带给你的mind blowing 的那些瞬间，就会觉得哇原来确实这些事情是这样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为了混一个文凭，或者是为了拿到一个高的 GPA。 好，以上就是10条想给大学生们的一些建议。我也不想更功利的说大学的时候你应该去考这个证，或者你应该去怎么申请实习，应该更好的把它利用到如何去认识自己。希望每一个看我视频的大学生弟弟妹妹们都可以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没有去虚度的4年的大学时光。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